成的永乐市场。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团队啊，就是获得 Indie Game Award 2022最佳剧情奖的创游游戏哦。获奖的作品啊，就是最近非常有名的《廖天丁西代凶贼之罪集》。让我们一起欢迎获奖团队进场吧！嗨 PP， 嗨 Muscle。大家好，我是 PP。大家好，我是 Muscle。讲添丁，说添丁，添丁说不尽，传奇人物廖添丁。那欢迎 PP 跟 Muscle 哦，那可以跟我们观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好，大家好，我是 PP。我是创游的负责人，然后是廖天丁这款专案的共同制作人，负责专案管理跟程式设计的部分。大家好，我是 Muscle。那这款游戏里面，我主要是负责那个创意的发想以及这个脚本的撰写。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过去的一些开发经历呢？我们之前是一起在新乡电子工作，然后我们会用下班时间做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有趣的 indie 的 project， 然后后来有离开新乡之后加入新创团队，然后就因缘巧合下可以开廖天丁这个专案，然后我就把 Muscle 拉过来一起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廖天丁这款游戏的人物设定啊，以及背景故事吗？ OK， 那廖天丁这个故事主要就来自于台湾的传统的这个传说，那就是以前廖天丁这个义贼的这个设定。虽然我知道这款游戏叫廖天丁，但是我有个疑惑，就是我从小听廖天丁这个名字到大，但我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所以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我也是在电脑课上认识的。其实廖天丁这个名字可能对现在人来讲会比较陌生一点。那他基本上他就有点像罗宾汉那样的角色，就是一个劫富济贫的义贼。对，那只是说最近这10-20年来就没有在他的故事的新的翻拍的那个作品，所以大家会比较陌生。但他确实是一个台湾过去100年蛮常出现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是真的存在的一个真实的罪犯，大概是1909年的时候，那是现在都可以找到他的一些犯罪记录啊，甚至他什么时候被抓，然后身亡的一些资料。对，所以是真的有这个人。那廖天丁这个人，他之前的活动范围是不是就在大稻埕啊？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大稻埕这边就是很多茶商啊、布商，就很多有钱人都聚集在这里。那以一个义贼来说，一个小偷来说，在这边就是他一个最好发挥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当时确实在这边有很多活动的记录跟传闻。了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廖天丁这款游戏是在大稻埕做取景的动作或是发想吗？那时候有北门町，然后像是金亨泰商行，然后还有这边很有名的霞海城隍庙，对，都是我们还原进游戏的。那这些场景是不是都在附近啊？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吗？好啊，好吧。感谢 PP 跟 Muscle 带我们走访了一圈大稻埕哦，我们确实看到非常多在游戏内的场景。那其实有玩过廖天丁的玩家，其实应该就知道这款游戏啊，其实是源自于2000年出的一款 Flash 游戏，叫做《神隐无踪廖天丁》。那就像刚刚有提到，我们有邀请到我们的创作者在现场。那 Muscle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神隐无踪廖天丁》这款游戏吗？那个就是我以前的那个研究所的毕业论文，然后当时我是做一个游戏的创作来当做那个毕业论文，对，然后就是找一个台湾的民间的故事的一个角色来做成一个游戏，对。那当时你有在其他的民间故事做选择吗？有啊，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什么郑成功啦，什么嘉庆君游台湾，就都有看过。但是比较起来，廖天丁是比较适合做游戏啊。还是比较那时候就有想过那个吗？郑和海盗那郑和下西洋吗？蔡牵啦，没有，那时候没有看到那么多的资料。对。所以就是还是喜欢廖天丁的这个故事本身，所以这样子的选择。对，他的那个戏剧性比较多嘛，他就义贼啊、警察、这个就很好发挥啊，对啊。
那当时在开发这款游戏的时候，你们参考了多少的历史数据啊？找很多对，找很多，因为一开始就是只找廖天丁相关的，那可是又发现只找他的又有点局限，因为他的故事其实很短啊，他的生命也很短，就很快就遇到那个。那所以后来有在延伸，譬如说大稻埕相关的，或者是日本时代相关的。那时候会选也是因为就是台湾，然后那时候还是清朝，然后还有日本跟西洋，就是各种文化都有一点。对，因为他那个时间点就是清朝统治台湾的时间刚结束，然后日本刚统治大概10几年，所以有汉人文化、日本文化跟西方文化，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刚过完明治维新嘛，对，所以他们会带来一些日本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东西，就是文化都纠结在一起的感觉，可以发挥的空间比较多。对。那这样你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开发这款游戏，有没有得到就是家人的反对，或者老婆有没有觉得说，你们怎么都不回家，一直在工作室做游戏这样？没有，老婆最支持我们。确定吗？你确定不是因为现在在镜头怕老婆看吗？不会，老婆一定会看的。所以一定最大的支持，所以一定要说老婆的好话。本来就会说老婆的好话。就是爱家，对，求生意志很强。那拉回到这款游戏其实这款廖天丁它是一个非常本土文化非常重的一款游戏。那你们当时有没有想要进到海外市场，或者你们会不会担心说进到海外市场会不会不被海外的消费者支持啊？会，这一开始就有讨论过。第一个是因为你单做本土的市场一定不够的，你一定是需要全世界的玩家的量来支持你的成本才会 cover 过去。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希望的是做台湾的故事给全世界的人玩，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会希望说每个元素都是不受文化限制的，像是我们选这个2D 横轴战斗。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从马里奥这些战斗游戏玩起，所以就算你不懂他在做什么，你还是可以玩得动。那如果你玩了，我们做的品质够好，他就会有兴趣，那可能就会因此认识台湾，然后知道什么 Formosa， 然后甚至里面更多我们很多收集品，然后说我们很多场景这些，他都会因此认识台湾，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蛮值得做的部分。那他们当时看到，比如说像挂包这个东西啊，或者是像是那个奉茶的这些，他们会不会觉得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应该说我们挑的素材也刻意找一些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如说补血的道具找挂包，那挂包就是看起来跟汉堡之类是比较像。对啊，我如果找一个肉粽，外国人可能看到那3角形不知道什么东西。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在海外最多玩家的国家或是地区吗？大概7、8成还是大陆跟台湾，然后剩下的3成就是各种欧美国家去分。大部分玩到的人都是还蛮满意我们的品质的，对。可是我们的声量还是没有传播的很开，所以玩的量还是偏少。那你们会觉得说，我这款游戏卖200块，会有点是支出不平衡、收支不平衡之类的吗？定价是跟发行商讨论之后，一起定下来的。然后基本上都还是区域定价，因为本来就是看 Steam 就是支持这种根据不同消费水平决定承受的价格，所以对，以我们的观点其实是发行商希望高一点，因为他们希望多一点利润。那我们希望低一点，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要赚钱，而是我们希望越多人玩到越好，所以当然就是取一个平衡啊，对。然后区域定价真的还是会差很多，就是像是我们的土耳其就一直没有调好，所以我们的土耳其人很多，Steam 预设的土耳其售价很低，然后如果你没有把它调高的话，它就会那么低，然后就会有蛮多人想要去当土耳其人。他们可以自己切换地区，对不对？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切换说，我就要用它的定价买，然后就赚到了这样。那这种事情很常发生吗？还是你们后来就改掉了？这要看发行商的那个。所以目前还是可以这样子。他们说真正的土耳其人会伤心，所以没有改。所以我现在还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买。没错。我问到了一个小秘辛怎么会这样子？那有提到说你们总经理你聘到这样子的配音人，那你觉得说这样子的收入是有办法支撑起一个独立游戏工作室的吗？顶多收支平衡啊，因为那个还是很艰辛啊。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做出足够的品质的话，你需要比较专业有经验的人来做，或者是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制作它。那我们当然就是取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以目前销量也是就是差不多打平而已，就是
做我们想做的，然后希望市场会喜欢。对啊，就是一个勇敢追梦的感觉，但是还是很难。困难，应该说要很认真在每个环节啦。譬如说，不是只有你喜欢的那个部分，因为像有的人他喜欢写故事，他可能就只把故事弄好，跟其他东西他可能就不太管。那我们这样走一轮发现，其实是每个环节你都要很小心，包括我们之前不擅长的行销啊，做广告或什么找人翻译这些事情，其实每个环节啊，包括刚刚讲的定价策略，都要很小心，你才有机会打平甚至赚钱。对。所以其实，对啊，都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有时候是不是还要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我相信是要。对啊，好啦，那我们话锋一转，我们也来聊到，就是今天既然都邀请到 PV 跟 Muscle，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获得 Indie Game Award 2022最佳剧情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超开心的啊！可以开心一点吗？有没有那种很雀跃这样很开心？这么开心？当时的就看到那个得奖名单的感觉是什么啊？第一时间应该是，那是我们得的第一个奖哦。剧情奖，我觉得得奖最开心的应该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完全都要归功给马总，因为整个剧本都是他写的，然后我们的起承转合也是他铺陈的，然后我们最后把它做出来之后，我觉得能够感动到这么多人，也是因为剧本有写出一个还不错的架构，然后都有实现它。刚听到会有一点意外啊，是说，就是因为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在做完的时候，其实没有觉得我们的故事有特别厉害啊。应该说就是中规中矩啊，一个基本的起承转合，好人坏人都是蛮常见的。那我觉得最后还是会有得到肯定，我觉得主要是团队一起的合作，因为我个人觉得故事没有特别厉害，可是包括我们的美术啊、音效，大家一起去把这个展演。把那个气氛烘托出来，才会得到那个肯定吧。我个人这样觉得。所以这句话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得到这个奖都是要归功于整个团队，对，就是。是啊，一定的，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东西都是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大家一起讨论。其实甚至说包括剧本，你说虽然是我主写的，可是很多细节也是跟大家讨论来的。对啊。而且这个奖是你们得的第一个奖，我以为你们是那种。奖项的常胜军，我们是那个，就是在这个之前是陪榜王者，这个中了之后就一直赢了。我们是陪榜常客，所以我们算是幸运星的感觉，就是你赢了之后就开始疯狂的赢，这样。就陆续拿了开胡，对，真的开胡就开始疯狂连庄，就连到后面去。对。回头看又觉得这个奖更重，更重要，没错。那 PV 跟 Muscle， 我想问一下，你们之后还会推出新的游戏内容或是 DLC 吗？有我们有努力的挤出了一个免费的 DLC 内容哦，就是新的游戏模式，它叫连战车拼模式，台语讲是认真掐拼。对，就是它是你需要连续打败所有的魔王，而且是用凶贼模式，然后比较接近我们一开始想要给玩家的难度设计。然后我们也有加一个秘宝的系统，让你在每打完一轮的时候，你都要决定你要不要选那个秘宝，因为它可能有好有坏，利大于弊之类的。然后你要选择之后一口气全部打完，然后你就可以跟全世界玩家去竞速比较这样子。有点像车轮战的方式进行。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彩蛋是我们的昂姑啊，对，昂姑在这个 DLC 里面，你可以操作昂姑这个角色。他在廖天丁的故事里面，就有点像是蝙蝠侠跟罗宾的关系，他是他的助手这样。在我们的本传其实他已经有出现一下，但不能操作。但你在 DLC 里面可以操作。就它是原本被砍掉的部分，然后现在再把它努力的放回去，对，没错。那我可以问一下，昂姑有什么样的能力吗？比如说，它可以偷东西，或是它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它一样会剑无宗嘛，因为就是他教廖天丁这招，可是他还有额外的一个设定是，因为他在这个 DLC 里面，玩家就可以选择你用这两个角色去打，所以我们有把它做跟廖天丁不一样。那廖天丁特色是偷武器嘛，对。那昂姑这边他就没有偷武器这功能，但是他的那个连击，他的拳法的那个速度会比廖天丁再快一点，对。所以在打斗上面，你们会推荐使用哪一个角色？昂姑。昂姑是制作人自己推荐昂姑。没有，因为他是萝莉。看个人喜好啦，因为我们尽量是做的比较平衡一点。对。然后如果刚刚讲，如果是比较喜欢萝莉的话，那你就选昂姑。萝莉风。对。那这个 DLC 预计什么时候会上市啊？发行商是说大概9月。9月。好啦，那
差不多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边，感谢各位收看 Indie Game Award 2022获奖团队的系列专访。而这支影片呢，也是本系列的最后一支影片哦。我们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廖天丁的开发团队。谢谢，明年2023年见。